本来就应该遣返他的啊，但是德国又出现了很可笑的地方，官僚主义有很多漏洞，没有被遣返，然后还让他留下来了，在比勒费尔德，在离科隆200多公里一个地方，他获得了当地的，不管你是难民身份也好，还是叫什么，相当于允许他在那地方居留的那种身份也好，反正呢，他这地方在德国留下来了。然后呢，从那个地方还跑到了200多公里之外这个索林根。我估计呢，他在索林根有什么家庭关系啊，或者是什么朋友啊，在那个地方，他来这里，在这里玩，然后就行凶了。而绿党呢还说，我们还会继续接纳难民等等。说到德国人脑残圣母，我还给大家说一点其他的，不是题外话，也与德国难民有关的。当年2015年的时候，德国很多人啊，非常傻逼的，真的是傻逼。有多傻逼呢？比如说我听说一个非常好的在德国在科隆的一个朋友，也是位华人，他刚好认识这样一个人，在工作当中。2015年的时候，他是亲自呢自己花钱把自己家的房子把它改造了、改建了，就是为了呢接纳他自己啊，接纳这些所谓的难民，出于好心啊，免费给他们花钱把他的房子把它改了，可能就是原来只有3个房间，比如啊改成了4个、5个房间这样。然后呢，自己亲自去请那些难民回家住在他家。给他们帮他们做饭，教他们德语等等，特别的好心。然后呢，我自己亲自我遇到这样一个女人，德国一个女人，德国有2手市场对吧？我当年我就卖了一些小东西，然后呢，有一个德国大概是40多岁一个女的到我家来买。本来就是5欧元的东西，特别便宜了。他还跟我那个讨价还价，他说能不能便宜点？他说我是买给难民用的，帮助难民。他当时跟我这样说的。反正我当时我是反对德国接纳那么多难民的。然后我说对不起呢，我这里已经非常便宜了，没有优惠了。其实就是因为他说他是帮难民买的，我就不给他优惠。我心里想，你当这么干嘛？你有钱啊，那你就买吧，你就帮助难民吧，不要从我身上抠这油水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没有给他优惠，他也买了。这是我自己真的亲身经历的一个帮助德国难民的。就是说，其实当年呢，真的有不少人是出于一种目前看来可能是傻逼的心理，但是当时这些德国人呢，有很多的人认为啊，我们有义务帮助这些需要的人，因为德国的媒体宣传叙利亚他们内战，然后呢，叙利亚那个阿萨德对吧，是一个非常残暴的独裁者，德国的媒体就是这样宣传的。即使现在德国的媒体还把这个阿萨德说成是一个独裁者，因为阿萨德与俄罗斯的关系比较近，对吧？所以呢，自然而然，那这个阿萨德就是一个西方的敌人了，所以呢，就可以添油加醋的，本来他没做的，也可以把他当成一个独裁者。然后呢，当年的叙利亚的反政府这个组织，就是北约他们资助的，还有什么所谓的伊斯兰国啊，对啊，他后面君主大家知道对吧？是谁？所以可以这样说吧，这叙利亚的难民或者阿富汗的难民，其实呢都是这邪恶的，比如说北约或者西方他们制造出来的，本身原来就没有所谓的那个内战，为什么突然之间这个叙利亚有内战了呢？如果没有西方国家的支持，能够发生内战吗？对不对？就是为了搞乱中东，然后呢，这些难民统统跑到这个欧洲来了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又是某大国，他的那个心思又得到了实现，制造难民，然后呢，擦屁股的又是你欧洲人，搞乱你欧洲，那最后
那一家独大的是哪个国家？就是这个某大国，对不对？甚至呢，你知道德国的媒体还有德国政客有多无耻吗？他们说啊，我们接纳了那么多的那个中东难民，你们中国也应该接纳难民。真的，德国的政客、德国媒体就说你们中国也应该接纳难民，就那么无耻，我就觉得特别好笑啊！这问题是你们制造出来的，为什么中国要帮你们擦屁股？就像今天，现在就是整个北约国家想对付中国一样，因为他们认为啊，我们制裁了俄罗斯，那你中国也得制裁啊！你们不制裁，你中国不制裁，那你中国就是俄罗斯的帮凶。那我们这个俄乌危机或者乌克兰战争，你中国也得负责，就是这么，这个逻辑我真的是搞不懂，他们真的是无耻啊！所以朋友们啊，只要你真的关心，你作为一个华人也好，中国人也好，你真的关心这种时事的话，你生活在这里就觉得特别的憋屈，特别的那个气愤的啊，因为他们很多东西，他是与中国对着干，把中国当成敌人，而中国是躺着也中枪啊，没办法，他们就这样的逻辑，甚至他那个乌克兰失败，要由中国来买单，你是中国的责任才导致了乌克兰失败，就是那么清奇他们的逻辑，因为呢是中国通过，即使你不提供武器也好，你中国向俄罗斯提供了所谓军民两用产品啊，民用的它也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啊，所以呢你中国就是帮助了俄罗斯打那个乌克兰，你看，甚至呢德国也好，北约其他国家也好，真的也要对中国实施制裁。其实呢，中国有些公司也上了制裁名单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呢，这个欧洲也好，德国也好，特别像德国、法国、英国像这种，还有荷兰、瑞典，这我数的这几个国家都是这个风险特别高的国家，就是宗教方面冲突的风险特别高。我相信呢，不久应该会在比如说法国出现或者瑞典出现，有很大可能性，迟早的问题。索林根这个杀死了3个人这种持刀砍人事件，绝对不是最后一个，非常非常多，有的时候可能只死1个人，不值得报道。现在因为死了3个一下，然后呢还是重伤了4个，所以呢才形成很大的那个风波，对吧？现实生活中啊，其实现在真的非常的不安全。我觉得有些人不同意我观点的，在德国生活的人，一个是呢，这些人可能在德国生活时间不长，另外一个呢，与德国的社会可能没有很多的交集，还有一个呢，可能他们生活在农村，比如说外嫁来德国的那个在德国当村妇的啊，相夫教子的人，根本与德国社会没有交流，也没有接触到，只是在一个村子，几十户人家，当然那里岁月静好了，对吧？但是在德国的城市，不管是小城也好，还是大城市也好，现在这种矛盾特别特别的多。这就是我告诫大家啊，最好少去人多的地方。我还是持这样的观点。其实啊，我每次去，比如说我去德国火车站坐火车，我的心里啊是非常忐忑的，非常没有安全感。但是你在德国生活，又不得不去啊。所以我认为啊，迟早有一天，我可能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，是个概率的问题。在德国不仅呢是要少去这种火车站这种场所，也少去这种人员密集的地方，像刚才说的一种什么庆祝活动啊，或者是狂欢节啊，或者是10月那个慕尼黑啤酒节也少去。啤酒节举办方现在也说了啊，到时要加强安保措施。但是所谓的安保措施，我告诉大家，其实呢，大家不要过多的
过于乐观啊，其实这安保措施也是非常马马虎虎的。另外一个，在德国，我相信呢，还是会有越来越多的难民来到德国，因为毕竟呢，比起来，德国的收入啊，还有生活水平，肯定要比他那些难民、那些所谓的难民那些国家要高，对吧？那些中东的没有石油资源的国家，或者是北非，或者是那个黑非洲的，他们梦寐以求都想来到欧洲，来到德国呢。即使再不看，也要比他们那些国家好。所以呢，还会一波一波又来，甚至有那么可笑的，在欧洲内部有一些所谓的协会呀，或者 NGO， 你看，一边是要打击偷渡、打击难民，对吧？不想接纳。另外一边呢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这样特别讽刺的新闻报道，比如说地中海，每年有很多人希望呢，比如说黑人呢，还有北非的，希望通过坐那种船或者游泳游到欧洲这边来。有一个意大利的小岛，与那个突尼斯已经非常接近了，是非常多人呢想偷渡的一个目的地，因为上了岸，你相当于就进入欧盟了，所以非常多出现在那个海域附近的一些偷渡的事件。一边呢又不想救这些难民，对吧？但是呢一边又不得不救，如果你不救，要饱受呢德国或者欧洲左派媒体啊，还有政治人物这些扣帽子也好，还有偏打也好，对吧？还有呢，救上来之后，如果你政府不同意接纳他们，但是呢，还是有说来说去呢，还有其他国家通过他们那个游说，他们这方面也有游说的势力啊，游说各个国家这些政客，最后呢，总有一个国家答应接纳这些所谓的难民。然后呢，还有可笑的是，看着在水里那些人啊，你不能见死不救，对不对？然后有德国的，还有其他国家 NGO 专门他们花钱买了那种营救船，相当于比较大的那种轮船一样的啊，营救船，开着营救船去把这些人救上来，然后呢把这些人带到比如说西班牙的或者意大利的港口去，最后呢由这些人与当地的那些国家的人进行谈判，最后那些国家的政客呢低头了，然后呢就接纳了这些人。你看，这就是为什么源源不断有人偷渡的这个最主要原因，就是说在当地这个欧洲这个国家有人接应，有人救他们，把他们捞上岸。也就是说，一边呢你是反这些人偷渡的，另外一边呢，同样是这个国家的人，比如说德国的或者意大利的人，他们这些非政府组织 NGO， 他们又救他们，一边不要，一边要救，就是这么搞笑。所以每次他们偷渡，一般来说，只要是通过这些组织把他营救上来，绝对就可以进入欧盟了。你看。通过他们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就是最好的那个广告了。你们来吧，来吧，反正我们来了之后就可以上岸，就可以进入欧盟了，还可以得到，比如说在意大利啊，在西班牙，你几年之后就可以大赦之后就可以拿到身份，在德国也一样。你进入德国之后，反正这些难民没有什么任何技能的，语言都不会的，最后还是得到了在德国的身份。另外一个呢，在德国这移民当局弱智在哪方面？像当年，现在我估计也差不多。像我们这些人啊，在德国接受了高等教育的，得到了德国学位的人，很多人啊，如果没有及时找到工作，是要限制你马上要出境的啊，不准你在德国待的。现在稍微好一点了。好像可以得到1年半的找工作签证，当时是不允许的啊。可以说是德国最需要的所谓的专业技术人才，德国不要，把他赶出去。然后呢，那些没有任何语言能力的、没有任何技能的文盲，然后呢，大批的接纳。
当然我知道，一方面德国需要那些没有技能的人，就是中低端的人，就是他们很便宜的劳工，来增加德国的那个竞争力，对吧？但是从长远来看，你光是靠这种低端的来增加竞争力，对整个国家的发展长治久安没有帮助，反而增加了隐患，是颗定时炸弹。同时呢，又降低了德国整体的人口素质，对不对？你看我说的话应验了吧？而目前看来是无解的啊，因为那个什么，请神容易送神难，对吧？而且这个神就像瘟神一样，今后怎么办？这是无解的啊。他们这些人，我不是反对他们啊，我是说的实际情况，他们的出生率特别的高，因为德国有所谓优厚的福利，你不工作，你在家，你的那个男的跟那个女的在家天天做这个活塞运动就可以了，造人，然后呢就可以领福利，不用任何工作。德国纳税人把他们养起来，每个小孩每个人头发小孩费，对吧？不仅如此，德国这种福利部门还负责他们帮他们找住房，把他们养起来，帮他们付房租，帮他们付暖气费，帮他们付电话费，等等等等。你说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好的地方，对吧？在他们国家，可能连一个工作都找不到，更甭说养一家的人了。而在这里，你看，你生5、6个，生3、4个，这个国家，也就是说我们纳税人，就把他们养起来了，舒舒服服，甚至比你们去工作的人更舒服。这就是可笑的所谓福利国家。而最后买单的是谁啊？就是我们这些辛辛苦苦、勤勤恳恳为这个国家做贡献的人。而我们呢，享受不到福利，享受福利的是那些人。像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，今后。所以我就说了啊，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，朋友们，如果你们现在还想移民到德国来，觉得德国呢是你们的天堂，我欢迎你们来，可以来，真的，因为你不经历过，你反正也不相信我。但是任何有理智的人，我劝你啊，还是待在你所在那个国家吧。再不堪，你过来之后，可能你会后悔，很可能会后悔。因为德国还有欧洲，绝对是没有前途的。便宜的能源肯定是没有了，因为与俄罗斯的关系彻底搞崩了。德国去工业化已经是非常严重的，没有工业，没有能源，你这个国家高收入高福利怎么维持下去？不可能的。我问问，特别是在德国长期生活过的人，在你日常生活中，你使用的产品有多少是德国制造的？你说吧，回忆一下 ，Made in Germany 有多少？我相信生活当中更多的电子产品，绝大多数是中国的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可能就是韩国的，然后呢，还有手机，可能就是 iPhone 了，苹果了，对不对？就是不是美国的这 iPhone， 就是中国各种品牌的，或者是韩国的，日本的有少量其他电子产品，对吧？手机几乎是没有了。也就是说，全世界所有的这种电子产品，就是这3、4个国家的，德国都没有了。德国呢，既没有自己的手机，也没有自己的电脑，也没有其他电子产品。当然，还有一些芯片的，比如说英飞凌可能是德国的，不过它也不是很高端的，对吧？它的芯片也不是高端的。就是说，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德国的产品已经非常少了。当然还有一些汽车，对吧？但是汽车并不是你每天都买的东西啊。那日常生活中呢，除了一些农产品本地产的之外，好像真的没有德国产的了。真的，而且德国产的是越来越少啊。
既然你这个国家产品你都没有了，那今后是不是那个倒闭的企业，或者是转移到其他国家德国企业会越来越少呢？越来越多呢？也就是说，在德国能够提供给德国人工作的机会呢，也会越来越少，对吧？失业的人更多，那整个国家税收也越来越少，对吧？然后呢，这个所谓福利的支出也会越来越高。一个是税收越来越少，你福利支出要越来越多，那也就是这两个差别会越来越大。所以啊，这个所谓的福利社会是不可持续的。那最后只能够是这个福利会削减越来越多，最后会导致可能很多人现在已经可以发现了露宿街头，对吧？我在我原来视频当中出现，我就已经做过拍过这样的场面，就是在德国一些街区啊，经常看见很多所谓的露宿街头的人。既然德国是一个那么富裕的社会、富裕的国家，像德国有些政客、媒体说的，德国是一个富裕国家，但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睡在街上？难道是他们自由吗？难道是他们这个叫什么行动行为？对不起，我很多那个词想不起来了，并不是他们这种想自由吧，是喜欢住在街上吧，对吧？是他们自己找不到住房啊，他们自己没有那么多钱啊，然后呢，他们福利也拿得不够多啊。我可以告诉大家，德国宪法是规定啊，没有人露宿街头的。那为什么还是有人露宿街头，而且越来越多呢？其实有多重原因。有福利机构啊，有地方有一张床可以给你去睡啊，但是它是有那个前提的，比如说你只能够是晚上9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在那地方睡，然后7点之后你必须离开那里，你还有地方可以去吗？那只能是街头了，对吧？冬天呢可是很冷的，那没办法，他们也得出去，他们是被赶出去的，也就是那个地方只是给你临时在那里避风，睡几个小时的觉，但你还是无家可归的人。所以表面上啊，德国人有福利，但只是一部分人可以享受这个福利，然后呢，就是这些所谓的这些难民，他们享受的福利要比我更多。我现在如果是我失业了，我是没有任何福利的，因为呢，我已经有2年没有交那个失业保险金了。我每个月，我当时交失业保险金要交100多欧元，也就人民币差不多1000块钱左右，交失业保险金。然后呢，我如果是倒闭了，我失业了，才能够领失业保险。我现在1分钱不交，我是没有任何的福利的。这就是福利社会那么假。我是有交税的那个义务，但是呢，我享受不到这个福利。刚才说了，失业保险金我是没有的。然后我每个月我自己还要交人民币呢，差不多8000块钱的那个医疗保险，差不多8000块啊，还差可能几十块就8000了。一个月8000，一年差不多10万块人民币，我的医疗保险，你能够相信吗？而那些难民一进入德国，什么都免费，医疗也免费，真的是免费对他们来说，这就是所谓的免费医疗。像我们这种在德国人，你只要是纳税人，就没有什么免费的，真的，你只有交税的那个权利，没有享受这个福利的权利。在西方中产阶级就是这样啊，我们是属于中产阶级，就是说你有个工作的，你能够纳税呢，就是中产阶级了。最苦逼的，在西方社会真的是这中产阶级，不管你是在美国也好，加拿大也好，还是欧洲其他国家也好，反正只要你是有工作的，你的工作收入超过普通平均收入的，那你就是妥妥的被薅羊毛那群，被剪羊毛的人，或者被剪羊毛的羊，就是这样。好了，已经唠叨那么久了，这是我对这个德国刚才说了，在索林根这个城市
这个叙利亚难民，他持刀捅死了3个人，有4个重伤的人，然后呢展开一些话题，就是在德国，这绝对呢并不是非常意外的事件，而且今后肯定也会发生。现在呢，只是德国的民众假惺惺的去带着一束花呀，或者拿个蜡烛到那个地方去点，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，过了1个礼拜，肯定又忘记了。你看德国人没有上街去游行示威的，对吧？没有，不像英国那样，德国这民族性已经是完全，已经没有那种骨气了，没有那种硬气了。所以说，我认为啊，德国这去纳粹化的教育非常的成功，不准爱国，不准为了德国的利益而打拼，这也是一个非常可悲的国家。真的，德国就是没有自己，不独立的一个国家，对吧？就是一个某大国的准殖民地，他说什么你得听他的。所以德国的国防军，你别看啊，他所有的国防军，其实他也是听某国的领导，听北约领导。其他我就不说了啊，反正德国肯定治安会越来越差，这是肯定的。你可以不同意，让时间来证明一切。然后呢，德国的前途也会越来越暗淡，因为你这产业都没有了，去工业化越来越多，然后这个福利不可持续的时候，那你说整个社会会不会更乱呢？然后那些人，那个宗教的人，他们本来就是在这个社会就过得不如意，虽然享受了福利，但是那对你这个主流社会还是有越来越多的恨。农夫与蛇的故事，在德国也正在一天一天上演。这就是目前德国的现状啊。所以啊，这个欧洲，这个德国是不适合于久居，不适合于久待的。你们真的要三思而后行。如果你听到我们今天这么唠叨，你还觉得德国是个天堂，还想移民来德国，那我真的非常欢迎你们来。反正我是不想的啊。可能关心我、看到我频道的朋友们知道啊，我现在正在申请恢复中国国籍。中国那边已经告诉我，我已经满足了各项要求，已经把我的文件把它收上去了，开具了一个证明给我。但是呢，目前呢，德国方面不放人呐，他不让我脱离德国籍啊，所以我现在卡死在中间。中国那边国籍我拿不到，因为呢，他要求我先出示，比如说放弃德国的证明，或者是注销德国身份的证明，而德国这边呢又不开给我，怎么办？所以我想又成为中国人，也成为不了。我的心其实永远是一颗中国心，没办法，现在只能继续待在德国呗。看着德国慢慢向下沉沦，其实呢也挺可悲的。我对德国的未来，对我自己的未来，其实我挺担心的。今后我不知道我的出路在哪里，我非常迷茫啊，中国朋友们。那今后不是开玩笑啊，也许今后我会向中国申请难民啊，我真的可能会，没办法啊，有可能这一天。我希望今天我说这句话，我的乌鸦嘴啊没有说中，就是说有可能我有一天会申请中国难民。到底会不会？谁也不知道未来怎么样，那拭目以待吧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